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的热情，向你们介绍一本能够彻底改变你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书籍——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 The 4 Disciplines of Execution， 简称4DEX。这本书由克里斯·麦克切斯尼 （Chris McChesney）、肖恩·科维森 （Covey） 和吉姆·霍林 （Jim Hewlin） 合著。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科维公司 Franklin Covey 的资深顾问和培训专家。这本书不仅在商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更在全球范围内帮助无数个人和组织实现了他们的目标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、竞争激烈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高效能，但往往事与愿违。我们制定了宏伟的计划，却难以执行；我们设定的目标，却总是半途而废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专注，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呢？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方法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在1年内能够完成你计划的所有重要目标，那会是什么感觉？再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团队或组织能够持续的超越预期，那又会是什么景象？这些问题正是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所要解答的。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。2003年，洛克希德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，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复杂的项目。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显然无法满足需求，于是他们决定采用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。结果如何呢？他们不仅按时完成了项目，还超出了预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4DEX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，更是一个经过验证的实践方法。1. 聚焦最重要目标 Focus on the wildly important。 第一个原则是聚焦最重要目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紧急事务缠身，以至于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。4DEX 告诉我们，要取得突破性进展，我们必须明确并专注于那些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目标。这个原则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人的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。如果我们试图同时完成多个目标，最终可能一个也完成不了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明确哪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，并将我们的精力集中在这些目标上。要应用这个原则，我们需要 1. 明确最重要目标。这应该是一个具体、可衡量、可实现的目标。例如，不是提高客户满意度，而是将客户满意度从 80% 提高到 90%。2. 设定时间框架，为这个目标设定一个明确的完成时间。3. 排除干扰，识别并排除那些阻碍你实现目标的干扰因素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家医院通过聚焦减少急诊室等待时间这一目标，成功的将平均等待时间从50分钟减少到20分钟。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聚焦最重要目标的力量。当你聚焦于一个最重要目标时，你就是在为你的成功创造条件。你不再被琐事分散精力，而是将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目标上。2. 关注引领性指标 Act on the led measures。 第二个原则是关注引领性指标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我们通常会关注结果性指标 like measures， 如销售额、利润等。然而，这些指标往往是滞后的，无法及时指导我们的行动。4DEX 建议我们关注那些能够直接影响结果的过程性指标 led measures。 引领性指标是指那些能够预测和影响结果性指标的指标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提高销售额，引领性指标可能是每天打多少个销售电话，或者拜访多少个客户。通过关注这些指标，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推动目标的实现。要用这个原则，我们需要 1. 识别引领性指标，确定哪些行动能够直接影响你的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减肥，引领性指标可能是每周锻炼的次数和每次锻炼的时间。2. 设定目标，为每个引领性指标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。3. 跟踪和调整，定期跟踪这些指标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家制造企业通过关注机器正常运行时间这一引领性指标，成功的将生产效率提高了 20%。 这个案例展示了关注引领性指标的重要性。引领性指标是你实现目标的秘密武器，它们是你可以控制的行动，能够直接推动结果性指标的改善。3. 保持一个激励性计分牌 Keep a compelling scoreboard。 第3个原则是保持一个激励性计分牌。在运动场上，积分牌是激励运动员不断拼搏的重要因素。同样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一个清晰的积分牌来跟踪我们的进展，并激励我们不断前进。一个激励性积分牌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进展和成果，从而增强我们的动力和信心。它不仅是一个跟踪工具，更是一个激励工具。要应用这个原则，我们需要 1. 创建积分牌。设计一个简单而清晰的积分牌，能够直观地显示我们的进展。例如，可以使用图表、进度条等。2. 定期更新积分牌，确保它始终反映最新的进展。3. 分享和讨论，与团队成员分享积分牌，
并定期讨论进展和挑战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家销售团队通过创建一个激励性积分牌，成功的将销售额提高了 30%。这个案例展示了积分牌的力量。一个激励性积分牌就像是一个指南针，它能够指引你走向成功的方向。它不仅告诉你现在的位置，更激励你不断前进。4. 创造一个问责机制 ，Create a cadence of accountability。第4个原则是创造一个问责机制。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，问责机制是确保我们持续前进的重要保障。通过定期的会议和检查，我们可以保持对目标的关注，并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。问责机制通过定期的检查和反馈，确保我们始终朝着目标前进。它不仅是一个监督工具，更是一个支持工具，帮助我们克服困难，保持动力。要用这个原则，我们需要1. 设定定期会议，安排定期的会议，讨论进展和挑战。例如，可以每周或每月进行一次。2. 准备议程，为每次会议准备一个详细的议程，确保讨论内容集中于目标。3. 跟踪行动项，记录每次会议的行动项，并在下次会议中跟踪其进展。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家软件公司通过创造一个问责机制，成功的将项目交付时间缩短了 25%。这个案例展示了问责机制的重要性。问责机制是实现目标的引擎，它不仅能帮助你克服困难，更能激励你不断前进。通过以上4个原则，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方法，帮助我们实现目标，提升效率。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队，这本书都能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导。如果你希望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取得突破性进展，我强烈建议你阅读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，并将其中的原则应用到你的实践中。相信我，这本书将为你打开一扇新的大门，带你走向成功的彼岸。记住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坚持。通过应用4DEX 的原则，你将能够1. 明确你的目标， 2. 制定有效的行动计划， 3. 保持动力和信心， 4. 最终实现你的梦想。所以，不要再等待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让高效执行的4个原则成为你实现目标的指南针，指引你走向成功的方向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发你们的行动力，并帮助你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随时与我交流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创造一个更加高效和成功的未来。谢谢。